人生两大岔路，一条通往寂静岭，一条通往浣熊市。如果要是让我选，那我肯定选浣熊市，至少那里还有吉尔和艾达王。而在这个遍地都是丧尸的城市里，吉尔这个柔弱的女子可是比里昂更早进入了浣熊市。那么她又是如何在丧尸爆发的情况下以求自保的？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系列恐怖游戏《生化危机3》。故事的主角名叫吉尔·瓦伦蒂安，她是《生化危机1代》的女主角，也属于保护伞旗下名为 Stars 特别战术小队 A 队成员。吉尔所在的 A 队曾因为一起连环杀人案件前往浣熊市附近的阿克雷山区支援先一步到达那里的 B 队。经过了一系列调查以后，才得知原来是保护伞公司研制的 T 病毒遭到了外泄，导致整个浣熊市郊区沦为了丧尸的乐园，并且 A 小队的队长威斯克有意的将他们带到了山区的洋馆之内，这里正是保护伞公司建造的其中一个研究所。而队长威斯克真正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获取特别战术小队与暴君的战斗数据，然后再将这些数据交给保护伞的敌对公司。最后在 A、B 两队成员付出惨痛的代价以后，他们在洋馆完成自毁程序之前，乘坐直升机逃离了这里。A 队成员最后仅剩4人成功逃走，其中就有吉尔和克里斯，而克里斯也正是2代中克莱尔正在寻找的哥哥。为了记录 T 病毒的第一次泄露事故，他们将之称为洋馆事件。在洋馆事件结束以后，吉尔试图向上级汇报未果，于是为了调查保护伞的研究所，克里斯前往了保护伞的欧洲总部，吉尔则选择继续留在浣熊市。但就在上一期2代的剧情里，变异后的威廉打碎了 T 病毒样本，导致老鼠将病毒散播到了整个浣熊市。而此时的里昂还在赶往浣熊市的路上，也就是说3代的时间线要早于2代。吉尔作为知晓洋馆事件内情的人之一，保护伞公司自然要除掉后患。于是在浣熊市病毒全面爆发的情况下，保护伞派出了以暴君为原型的智能生化兵器追踪者前去除掉知晓内情的吉尔，这里我们还是称之为暴君。恰好就在吉尔接到一通警告电话以后，暴君破墙而出，死死地掐住了他命运的脖梗。好在吉尔通过灵巧的身法暂时挣脱了束缚，并一路在狭窄的公寓里躲避暴君的追杀。经历了一系列的险象环生，吉尔终于逃到了街道上。街道上布拉德前来接应吉尔，布拉德正是给他打电话的那个人，也是与他们一起逃离洋馆的 A 小队飞行员。而此时的街道上几乎都是被感染的丧尸，为了给吉尔争取逃跑的机会，胆小怕事的布拉德被丧尸咬中，自知命不久矣的他选择了独自留在这里，吉尔也只能含泪继续逃跑。好在途中一架直升机愿意救援吉尔，于是他一路逃到了停车场的天台。就在即将登上救援直升机的时候，暴君再次出现，直接导致了直升机坠毁。吉尔看着向自己缓步走来的暴君，立即进入了身旁的汽车，在启动汽车以后，一脚油门就狠狠地朝着暴君撞了过去，汽车顶着暴君从天台上掉了下去。不愧是新款暴君，就算是汽车爆炸也无法杀死他。千钧一发的时候，一个士兵用火箭筒击中了暴君，使他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趁这个机会，士兵搀扶着吉尔来到了地铁站的临时据点。士兵名叫卡洛斯，他们隶属于保护伞旗下的生化危机紧急对策部队 UBCS。在得知了他们的身份以后，吉尔非常震惊和愤怒。保护伞作为造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竟然明面上派遣 UBCS 前来搜救市民，暗地里却派遣暴君追杀自己。而卡洛斯一行人是完全不知道这场灾难正是保护伞公司造成的。在据点内，吉尔见到了 UBCS 队长维克多。维克多告诉吉尔，只有启动他们所在的列车，才能救走一些幸存者。毕竟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救一个算一个。吉尔果断答应了帮助他们让地铁恢复供电。事不宜迟，吉尔立刻出发，一路从地铁来到此时已经沦为人间地狱的街道上。在依靠灵巧的身法躲避丧尸的追击后，吉尔进入了变电站。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个受伤的 Stars 队员，本想对其进行救治，但 UBCS 其中一个叫尼可拉的人竟然直接开枪击杀了队友，理由仅仅是队友可能被感染，甚至还出言嘲讽吉尔是个玻璃心。小浣熊市竟然出了如此人才，让吉尔觉得这个尼可拉比丧尸还要更加可怕。之后就在吉尔准备恢复电力的路上，一只蜘蛛偷袭了吉尔，猝不及防之下被植入了虫卵。好在他吃下药草，及时将虫卵吐了出来。在重启电源摧毁这里的蜘蛛巢穴以后，吉尔来到了控制室，设置好地铁线路。在返回地铁的路上，吉尔再次遭遇了暴君。这个新款暴君还能将丧尸变异为抱脸虫一样的怪物，一路躲避暴君的追赶。吉尔回到地铁站与卡洛斯一行人会合，但之前那个击杀队友的尼可拉也在这里，并且声称吉尔只不过是个累赘而已。就在他们即将登上地铁的时候，暴君再一次追了上来。吉尔知道他才是暴君的目标，于是他单独逃往一个方向，为 UBCS 队员争取时间。在暴君的追赶下，吉尔逃到了下水道，遇见了一种可怕的大嘴怪，一个不留神就会被他整个吞下去。而这种大嘴怪也正是保护伞公司精心培育的变异体。好不容易离开下水道，却被上方等候多时的暴君一把抓住。而这一次的暴君竟然使用了喷火器，无奈之下，吉尔只好与之战斗了起来。在将暴君身上的燃料罐打碎以后，吉尔赶在爆炸之前暂时脱离了危险。就在他回去和卡洛斯会合的途中，在枪械店里碰见了老友肯多。肯多也正是在2代中里昂和艾达王遇见的那个枪械店老板。吉尔本想让他和自己一起逃离这里，但肯多的女儿已经感染了病毒，他只能随便找个借口拒绝了吉尔的好意。再次前往地铁站的路上，死缠烂打的暴君这一次竟然带着火箭筒拦住了吉尔的去路。被逼无奈之下，吉尔只能与暴君拼个你死我活。奈何暴君皮糙肉厚，吉尔只能利用拐角处躲避攻击。千钧一发之际，卡洛斯出现，并利用地雷为2人的逃跑争取了时间。回
到地铁站以后，吉尔准备搭乘列车离开浣熊市，但卡洛斯和另一名队友泰瑞尔被指派了新的任务，他们需要回到市区找到一名叫巴德的科学家，因为巴德研制的疫苗或许能够制止这场生化危机。看着窗外卡洛斯的身影，吉尔心里倍感不安，本以为他们就可以这样顺利的离开，但暴君对吉尔的追杀可谓是不死不休，这个怪物瞬间就将幸存者屠杀殆尽。见到这种情况，自私无比的尼可拉立即逃往了另一节车厢，并将吉尔和队长维克多锁在了门后。而真男人维克多抱着鱼死网破的想法，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将他和暴君所在的车厢炸毁，为吉尔争取了短暂的逃跑机会。另一边，卡洛斯和泰瑞尔来到了浣熊市警局，并亲眼看到了一个警员被丧尸咬中，而这个警员正是在2代里救下里昂的马文。那个丧尸也是一开始为救吉尔牺牲了自己的布莱德。卡洛斯二人靠着身上的作战装备，很顺利便来到了办公室，与科学家巴德取得了联系，并从巴德口中知道了保护伞为了封锁消息，正在想办法杀掉所有研究员，而巴德也是目前唯一知道如何做出阻止丧尸疫苗的人。为了知道巴德所在的具体位置，泰瑞尔通过电脑开始进行定位。与此同时，卡洛斯也收到了列车出轨的消息。回到吉尔这边，列车已经被彻底摧毁。在他逃到地面并与卡洛斯取得联系后，死缠烂打的暴君再一次袭击了吉尔，并且进化成了更加可怕的怪物。逃无可逃的情况下，吉尔只能利用手里的榴弹发射器将暴君打倒在地。吉尔知道此地不宜久留，本想迅速离开这里，但暴君在昏迷的最后一刻将带有病毒的尖刺扎进了吉尔的体内，病毒瞬间便起了作用，吉尔因此陷入昏迷。早就在暗中观察了许久的尼可拉只是冷冷地看着现在发生的一切。大约过去了半天后，卡洛斯终于找到了昏迷的吉尔，见吉尔感染了病毒，卡洛斯立马将他带到了医院。现在也只有巴德能够救吉尔一命了。经过之前泰瑞尔搜索到的消息，卡洛斯深入已经沦为地狱的医院内部，终于见到了巴德的尸体，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巴德已经被人杀害。无奈之下，卡洛斯只能通过录像寻找疫苗的线索。就在巴德留下的视频里，卡洛斯知道了这次生化危机的真相，正是因为保护伞公司所研发的 T 病毒泄露，导致浣熊市彻底沦为了人间炼狱。为了隐瞒这次事件，保护伞公司打算将病毒的证据和疫苗全部销毁。此刻卡洛斯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雇主是多么的心狠手辣。好在通过视频里的线索，卡洛斯取到了一支疫苗，成功的保住了吉尔的性命。但坏事总是接踵而至，泰瑞尔带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由于病毒已经完全蔓延到了整座城市，所以政府即将对浣熊市进行导弹轰炸。如今距离导弹轰炸已经剩下了不到1天的时间。看着状况逐渐转好的吉尔，也证实了疫苗确实有用。于是卡洛斯立马让泰瑞尔通知政府已经找到了解药，尽量为自己前去地下室寻找疫苗争取时间。在卡洛斯离去一段时间后，吉尔逐渐从昏迷中苏醒，而电视上播报的新闻也让吉尔知道了政府快要轰炸浣熊市的消息。泰瑞尔也告诉了吉尔前因后果，并将卡洛斯已经先一步前往地下室寻找疫苗的消息道出。闻听此言，吉尔立马动身，赶往地下室协助卡洛斯。而在地下室中，吉尔看到了站在远处盯着自己的尼可拉。原来这个人不仅自私，还坏到了骨子里。他一直都在暗中收集着人类和丧尸的战斗数据，就连 UBCS 和吉尔也在记录之中。尼可拉也正是想要将数据卖出一个高价。此时泰瑞尔也带来了一个消息，他已经与政府取得了联系，政府表示可以取消轰炸，但条件是必须在导弹发射之前交出疫苗。而距离导弹轰炸也只剩下了几个小时，见1秒都不能浪费，吉尔和泰瑞尔立即动身，但暴君却再一次追了上来。本就受伤的泰瑞尔因此命丧暴君之手，吉尔只能趁这个机会暂时逃跑。在地下室的研究所内，吉尔成功提取到了疫苗，可暴君却不会让他就这样顺利的离开，因为暴君的袭击导致吉尔悬挂在了半空。见时机成熟，尼可拉出现在了吉尔的面前，将疫苗收入囊中，并且言语之中完全不在乎浣熊市的幸存者，他只想把战斗数据和疫苗卖个好价钱。为了取到更多的战斗数据，他将吉尔踢了下去，下方正是等待多时的暴君。好不容易取到的疫苗被人夺走，面前又是对自己穷追不舍的暴君，吉尔也不再惯着了，手里的武器火力全开，不断的攻击着灵活的暴君，但这种火力始终无法杀死这头怪物。好在卡洛斯及时出现，利用机械臂打晕了暴君，并释放了大量的硫酸，将暴君溶解成了一滩烂泥。没有时间庆幸，为了赶紧找回疫苗，吉尔一路向着尼可拉离开的方向追去。好不容易追上尼可拉，暴君这个怎么都打不死的怪物再一次出现，好像硫酸在他眼里就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一样，让他重新进化出了新的形态。没有办法，卡洛斯只能先一步前去追击尼可拉，吉尔则必须要和这头烦人的怪物做个了断。恰好他的身后就有一把灭杀一切的电磁炮，有了这件趁手的兵器，吉尔将整个炮身插入了暴君的嘴里，伴随着一股剧烈的能量波动爆发，暴君彻底灰飞烟灭。来不及高兴，吉尔一路来到了天台。此时的卡洛斯已经晕倒在了地上，而尼可拉也悄悄地出现在了吉尔的身后。或许是太过于得意忘形，尼可拉竟然在吉尔的眼前一枪打爆了疫苗，临走前还不忘对吉尔一番羞辱。好在这时苏醒过来的卡洛斯偷袭了尼可拉，并趁机将他束缚了起来。吉尔则一枪打中了尼可拉的肩膀。如今疫苗被摧毁，浣熊市被导弹轰炸，已经无法挽救。吉尔和卡洛斯准备搭乘直升机离开，而眼里只有金钱的尼可拉还在试图用他背后的雇主和秘密换取自己生的希望。吉尔知道这个人的贪婪是永无止境的，所以他果断地选择了拒绝。至于背后的真相，他再多花一些时间调查就行了。二人乘坐直升机缓缓地升空，而留给尼可拉的则是即将到来的痛苦和死亡。在他们飞离浣熊市的那一刻，导弹也与他们擦身而过。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巨大无比的蘑菇云在浣熊市的中心升腾而出。看着眼前彻底被抹去
的浣熊市。吉尔的心里暗自下定了决心，浣熊市的余烬将会成为焚烧保护伞的业火，他会用自己一生的时间将保护伞公司赶尽杀绝。因为杀死这么多人的并不是病毒，而是人类的贪婪。吉尔的故事也暂时落下了帷幕，而接下来那个销声匿迹的里昂也将再次以特工的身份踏上一条未知且令人毛骨悚然的道路，只为营救总统的女儿。我是修片狂魔，咱们生化危机4再见。